咱们接着上个视频继续讲，来到海南20天了，天气一直不太好。就在我快要离开海南这天，天气终于放晴了。我约上我兄弟去海边看日出，第一次见到大海上的日出啊，真的惊艳到了我。置身于这样美轮美奂的画面之中，我都快忘了我这个凡人之躯。二狗子也在晨光的映衬下，像两只精灵。可美好总是短暂的。看完日出后啊，就在我们要离开时，我发现山下的岩石上站着一个人，他的身后啊就是波涛汹涌的海浪。我还以为他被困在礁石上了呢。我赶忙拿出无人机飞过去看一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无人机凑近的时候，我发现原来并不是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女人坐在上面。男人站在礁石上弯腰刮着什么东西。马玉兄弟告诉我说，这是在刮紫菜。当地人经常会在早晨来刮紫菜，像这些野生的紫菜通常生长在海边的礁石上。退潮过后，天还未亮，就有人来刮紫菜了。由于野生紫菜的量比较少，收集的过程也比较危险。像这样的1斤紫菜能卖到800元高昂的价格。像我们平时吃到的紫菜都是人工繁殖的，其营养价值和口感是完全无法和野生紫菜相比拟。随着无人机的靠近，注意看，他的身上还系着一根绳子，这条绳子是用来保证他不被突如其来的海浪卷走。在岩壁上方的女人应该就是他的妻子，因为像这样的工作需要一个极度信得过的人来帮助他。这个人需要随时注意他周边的情况，不能开小差。如果不幸被海浪卷走，能够及时发现，把他拽上来。就在前些日子，同样的地方就有人被海浪卷走而失去生命。所以有时候大海很美，它可以治愈一切烦恼，但有时候却也冷漠无情。看到男人刮紫菜，身后的女人拽着绳子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这样一个故事。高速路要动工的时候，都要为了地基的牢固打很多地桩，俗称挖坑。在我老家曾经有这样一对工友外出干工地，他们就是给高速路挖坑打地桩，其中一个人主要负责地下挖坑，另外一个人就在上面挪土。像这样的工作本身就具有高风险，马虎不得。在地上面的工友啊，就因为开小差，不慎掉下去的石头砸中挖坑的工友，导致一个鲜活的生命无辜离去。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做这类工作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，甚至很多都是夫妻搭档干活，因为这相当于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对方手里，只有完全信得过的人才值得去冒这样的风险。看着岩壁下的男人，又何尝不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身后的女人？所以啊，这大概率应该就是夫妻吧。在这个岸边有很多人掏紫菜，相当危险的。你看那个大浪过来的时候，他必须得蹲下，看到没有？人在大自然面前非常的渺小。有很多掏紫菜的人啊，就因为一时没有注意，一个人掏紫菜，这个大浪拍过来的时候，就把人拍到这个礁石上面，给拍死了，或者说拍晕过去了，最后流入海中，不幸身亡。你看到没有？他掏紫菜的时候都非常小心，要非常谨慎，他要时不时的看一下身后的巨浪。所以这个工作也是冒着生命危险，很不安全。你看他，我现在脚底都替他挖紧了，好吓人这个。看完男人掏紫菜的过程，女人在上方的等待，不由心生感慨呀。生活处处充满着不容易，有的人是来看日出，记录着美好的时刻，而有的人是为了生活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天还未亮，只为抢在别人前面来掏紫菜谋生。你起不来的早晨，就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，已经有人坚守在那里，为了生活而奋斗。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奋斗？还有什么理由而去抱怨呢？加油，屏幕面前的你，2022年我们一起努力去见证即将发生的
美好事物。